大家好，我是101走天下课锅。今天我们来讲红程序入门教学的第3课我们以这个图来讲解。外径的这个最大外径是 φ60， 这个台阶是 φ20， 然后长度50。我们加工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毛坯料是60，加工到20，就加工这样一个单一的外缘。然后我们怎么利用红程序来编程？像这个今天讲的内容的话，涉及到我们的条件判断和强制赋值语句的话。就对我们的那个理解思维会有点要求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程序怎么编辑我们首先是程序号前面一个准备指令 M3 800转1号刀开启2页，井号1等于60，什么意思呢？60是我们的毛坯直径60， 20的话是我们最终加工到的尺寸是 φ20， 3.5 的话是我们设置的一个次刀量分别把这3个参数赋值给井号1、井号2和井号3。那么下一步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变量 N10 井号1等于井号1减井号3，也就是说我们毛坯直径减去一个井号3 3.5， 次刀量递减60减一个 3.5 等于我们的 56.5， 对吧？ 56.5， 然后下面执行 G0 X 56.5 Z1 G1 Z50 加工第一刀加工我们的第一刀加工完之后X 方向和 Z 方向分别退刀。那么当碰到这一个条件判断语句的时候，如果井号1大于井号2 go to 10，那么我们来做一下判断。井号1的值刚才我讲了，它减去一个 3.5 的话是 56.5， 如果 56.5 大于井号2 20， 56.5 大于20，这个中括号里面条件是满足的。当中括号里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执行后面的 go to 跳转语句go to 10， 也就是说跳转 N10， 它会直接跳回我们的这个 N10， 继续执行 N10 后面的程序它不会往下执行，它会跳回 N10， 跳回 N10 之后继续执行次单量递减。那么这里就变成了 56.5 再减一个 3.5 就等于53，井号1的值等于53。那么这个判断，如果53小于20，那么强制让它等于20。那么现在这个中括号里面条件是不满足的，现在53是大于20的，所以说不执行后面的那么语句，继续往下执行。再次执行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 G0 X53 Z1 G1 Z50 加工第二刀，然后再退刀，然后再做判断。如果53大于20 go to 10，它仍然是满足的。那么它仍然满足的情况下，这个中括号里面仍然满足的情况下，它继续执行 go to 10，继续返回 N10， 继续循环，再次递减一个次刀量加工第3刀直到加工到我们最后一刀的时候，我们60加工到20是40个毫米的余量，每次递减 3.5， 它肯定是不是整切的不是整除的，所以说加工到最后一刀的时候，它这里再次递减之后，它肯定我们井号1的值就小于了20。当它小于了20之后，如果我们这里没有加这个强制赋值语句，它会G0 X 井号1的话就是小于20，那么再加工 Z50 的话，那么就过切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变量后面加了一个，如果井号1它每次递减次刀量 3.5 个毫米，当它递减到最后一刀，当它小于了我们最终需要加工到的尺寸20的时候，强制不管它是多少数值，强制让它等于我们井号2的值，也就是说等于20。当它最后一刀，当井号1的值等于20之后，再来执行 G0 X 井号1，也就是 G0 X 20 Z1 加工最后一刀最后一刀加工完之后 U1 Z1 退刀，那么再来做判断。如果20大于井号2 go to 10，井号1的值通过这里强制让它相等之后，现在井号1的值是20，对吧？如果20大于20， 20是和20是相等的，所以说中括号里面条件不再满足，不再满足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再执行 go to 10它不会再返回 N10 继续递减了，它会程序向下一步执行下一步执行G0 X 200 Z 200 M30， 程序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判断语句，当中括号里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跳回 N10 继续执行深度递减。当中括号里面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程序向下一步执行包括这个条件判断也是，当这个中括号里面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执行后面的这个强制赋值语句不满足的情况下向下一步执行好，今天的话我们这个
红程序入门的第3节的话就讲到这里啊，然后我们下节课继续讲解我们红程序讲解的第4课啊。如果感觉我讲解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帮我点个小红心啊，感谢。